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二。今天跟各位介绍的是我身后这一台现代化的电梯。这台电梯它有几个特色哦。第一个特色就是它在楼层之间可以自己选择，你可以从2楼到8楼，或者从8楼到6楼都没问题。你要选择完你的楼层进去电梯门，就可以到达你要去的楼层。第二个特色就是它可以盖到。它很适合盖高楼，它可以盖到15层楼高，但它正面最多宽度就是9格不会再宽了，非常简便。再下一个特色就是它的速度，它速度非常的快，它的上升速度是透过灵魂沙的上升气泡水柱，那每秒大概可以上升速度可以到11格左右。那它下降速度就是自由落体的速度，所以基本上在麦块里面如果你不透过 TNT 跟中介珍珠的话，这应该是最快的电梯了啦。然后再来一个特色就是之前有做过一个版本，就是2个门也是可以选择楼层的电梯那个结构比较简单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。但这后面这个电梯的只有1个门你进电梯的时候你不用去思考你到底现在要上楼还是要下楼，你只要选择你的目的地进去就一定会到。那这个比较简便，不过它的构造稍微复杂，这个要研究这台电梯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，对我来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不过各位观众，你只要听过我的讲解之后，绝对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使用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的。好，首先到这个讲台这边，我们点开选择我们要去的楼层我选择11楼，那就是翻到第11页，然后进去里面。它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到了以后出来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是11楼。那这个灯会亮起来，亮起来代表可以再选择下一次的电梯。那我们这次去5楼，一样进去。它可能会先掉下去一下子，不过它最后就会到达你的目的地。然后出来看到5楼，那按着的时候不能选所以你要记得亮的时候才可以选。我们去4楼，这样就到了。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。不过呢，这个电梯它有一个方式使用方式会坏掉，就是如果你今天选完楼层之后，你踩在这压力板上，然后你又没有进电梯，然后一直卡在这里都不动的话。过一段时间，它应该要恢复的时候，你还是踩着，那么它这个电梯就会坏掉，就是这水流不会被收回去，然后这个红石灯呢也都不会亮起来。接下来你怎么踩都各个楼层怎么踩都是没有用的，它就会处于这个状态。那这边有做一个一键修复的功能，你来到1楼，然后你得先想办法来到1楼这边有一个修复按钮，按下去它就修好了。就可以恢复到最正常的状态。不过实际上你一般使用它不太会坏掉啦，就是除非你真的是人卡在这个压力板这边，否则一般状况它时间到了一般状况不太会坏掉。那如果你发现你自己使用上呢都不太会坏掉，然后你觉得这很不美观，你也可以把这个按钮拆掉，就不要装。那如果你是在伺服机上建议会装这个维修按钮会比较好啦，就是因为人多嘛，很有可能会坏掉，有一些机会会让它坏掉。那不管你每个楼层踩太久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你只要来到1楼想办法来到1楼，按这个维修按钮就可以恢复。那你没有坏掉的时候，你按它不会有任何的影响，就是坏掉的时候按才有效。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原理原理的讲解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讲台。
在讲台上面放一本书，而且一定要15页的书啊。如果你的页数多于或小于15页，即使你的楼层没有盖到那么高哦，也是要放15页的书。如果不是15页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翻页换一个楼层。所以假设你今天只有盖3个楼层高，那你后面页数可以让它空白，但还是得放到15页。那当你选择，假设我们现在选择的是第6页，那就可以看到透过1格方块后面再放红石比较器，它就可以传出讯号6格6格的红石讯号，所以它最高可以到15格的红石讯号。我们利用这个原理来做可以选择楼层的机制。我们来看到后面这边，实际上它的讯号并没有被输出出来哦，它只有到红石比较器这边就卡住了，因为这边我们把它断开了。那透过一个粘性活塞跟一个方块把它拉走，用这种方式来控制讯号。那实际上讯号输出的时间点就是我们踩了这个压力板之后，这个压力板你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材质哦，然后底下放一个完整方块就可以了。这边我放挖光体是为了照明考量啦，你可以不用放会发光的。然后里面这边有一个红石粉，它会去充能后面这个方块。所以踩下去之后呢，这边就会这边的活塞，这个活塞就会推动这个红石方块。我们来这边看，这红石方块底下呢有2个对接的漏斗，这2个漏斗是对接的哦，它彼此接到另外一边。那里面有放18个铁轨。那这个放的时间越长，东西越多呢，它的灯暗掉的时间会越长。那目前我测试起来会觉得18是最刚好的数字啊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需求。如果你楼层没有那么高，实际上可以不用放到这么多个物品。那它就会把这个红石方块推过来，我们自己手动放。推过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活塞就被触发，把这个方块推过来，然后讯号就会传递到后面去。那当讯号传递到后面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这个地板门就会被弄起来，那它就会改变这个墙壁的形状，那底下的侦测器就可以收到讯号。好，我们来另外一侧，讯号就可以传递过来，透过侦测器跟红石中继器的延迟啊，这个延迟要选择点2下的这个样子，然后它会去改变这个地板门的形状。那上面是用音架，那它当底下的地板门被改变形状的时候，它的讯号就可以一路传递上去，那就可以到对应楼层的这个粘性活塞。这个粘性活塞就可以把蜂蜜块或者是史莱姆方块推出去，它一次会推4格，然后粘的这4格红石方块靠近这边的发射器，它直接推过来，那这里面的发射器就会把水放出去，做成水电梯。那可以看到为什么是4格呢？因为我们的楼层现在楼层是4格高，3格空间加1格的地板。那实际上你可以客制化，你可以盖到最高6层6格，最小基本上就是4格了，否则里面的线路没有地方跑。那最大可以到6格高。如果你是6格的话，你这边就是蜂蜜块要6格，然后再连着6格红石方块。那这边需要史莱姆方块跟蜂蜜块间隔放，每个楼层就是用1种方块，中间一定是要间隔，它彼此才不会粘住。好，然后刚刚有做一个不同的那个红石灯的机制，会显示红石灯的机制，就是说当你今天这个楼层有一个讯号出现了，我们再把它手动的放过来啊。这边的侦测器也会侦测到讯号，然后它会去改变这个地板门的形状，讯号就会传递下来。每个楼层的讯号都会这样子传递下来，然后再改变底下音架底下的这个方块的状态，然后上面的音架就都会收到讯号，所以会再联动这个粘性活塞，然后把这个红石推过来，同时让里面的红石灯这红石灯亮起来，然后也会让这个活塞把原本的活塞收起来。如果它把活塞拉走的话，
哦，你底下的压力板就没办法再触发这个活塞，所以其他楼层在灯暗的时候是没办法触发那个压力板的，一定要在灯亮的时候才可以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修复按钮的机制是什么样子的。首先，我们先让我们的这个电梯不小心坏掉了，就是踩下去之后，人一直卡在这个压力板上面，然后等它的那个计时器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再离开。这边现在是坏掉的。那实际上它坏掉的情况呢，就是这个红石方块没有被推回去。正常来讲，你红石方块要被推回来嘛。那这边因为我们一直踩着压力板，这个活塞一直推着，所以它卡住了。那我们按一下这个修复按钮。其实这个修复按钮就是强制让每一层楼透过这个音架讯号往上传，强制让每一层楼的活塞把这个方块再推一次，把它推回定位。然后它这边就是属于修好的状态。整体而言，它的原理就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带大家盖一个3楼高的电梯基本上只盖3楼的原因是因为你后面的楼层的盖的方法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可以很简单的把它拓展到15楼高。
最后我们来把最底下这个倒上水，然后我们把每个发射器里面呢都放上水桶。我们从后面放好了。好，水桶放好之后呢，基本上这个电梯就完工了。我们来试一下，测试一下的成果。我们要来3楼。好，这里是我们的3楼。我们还没有放最重要的事情，抱歉。我们来先把它恢复一下。这样子会坏掉是不是？我们这边，难怪我这边盖错了哦。抱歉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地方没有盖好，我们把它修正一下。我们这边坏掉的地方在于这边的鹰架，我们忘了帮他们做支撑哦。我们这边2个鹰架都需要做支撑，支撑到这个发射器上面。好，这样子就盖好了。好，这样子就没有问题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我们刚刚忘了弄哦，就是我们每个的漏斗里面要放物品。那因为我们的只有做3个楼层哦，放16个其实就够用了。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再测试一次，看有没有问题。我们来2楼。好，这里是2楼。好，它可以恢复。那我们接着再去3楼。好，这里就是3楼。好，这个3楼版本我们就盖完了。那如果我们想要盖更高的楼层哦，实际上就是这个讯号，因为这边只有1、2、3嘛，3格讯号。如果你要盖更高的楼层呢，就把这里加长，然后上面的红石粉哦也把它增加，然后呢对应的这个发射器啊、跟地板门啊，还有墙壁。还有后面的鹰架也全部都要延长，就是看你要盖几层楼，就把它往后面延长，然后楼层再往上盖，这样子就可以扩充到15楼了。那这边就不示范了，主要就是盖法是一样的，主要就是这个讯号要往后延长，然后每一层楼都是照这个方法盖，然后这些墙壁跟鹰架都要往上延伸就可以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那这个电梯真的是有点复杂哦，然后我会在影片说明栏那边呢附上这个电梯的地图档啊。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呢，也欢迎留言在下方跟我说。那如果你有想到什么样的点子，希望我能够帮你尝试的，那也欢迎你在留言那边跟我说。那我们今天的说明分享就到这边。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如果有新的消息、新的设计，会再分享给大家的。那今天就到这边啦，拜拜。